年的国产综艺是一档不如一档，原本爆火的综艺选秀节目《青春有你3》受到政策的影响，还没迎来成团夜就直接结束了。还有很多王牌综艺节目也都迎来了落寞，就比如《跑男》，自从人员大换血之后，他口碑直线下滑，甚至不少观众在弹幕上破口大骂其丢人现眼。难道当初火遍全国的综艺之神真的要凉了吗？接下来快和小编一起去看看吧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跑男的原型虽然是韩国的 Running Man， 但是在前几季节目中也做出了我们自己的风格，嘉宾们之间的互动也确实很有 family 的味道。但是现在的跑男对于粉丝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尽管现在还有李晨、郑恺、Angelababy， 但是邓超、陈赫、鹿晗的相继退出，让这个节目少了很多看点。现在也有新人的加入，但是他们完全撑不起节目的笑点。然而好不容易等观众适应了新的阵容之后，在最新的一季跑男中，不仅成员换了，就连导演都给换了，总导演由姚一天变成了吕鹏，蔡徐坤也退出了，新人白鹿和林一作为常驻嘉宾加入，但是他们被群嘲的原因并不是出在新人身上。白鹿今年凭借《周生如故》爆火，她的综艺感极强，没有任何女明星的包袱，节目中大家对她的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了老成员。而林一虽然有拘谨，但也尽力完成了任务，凭借着耿直的形象也圈了不少粉。那么为什么跑男会被大家疯狂吐槽呢？原因是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放出的内容竟然是重播，将前几期节目的精华剪辑到了一起，就凑成了一期节目。不少人表示，这不就是在糊弄观众吗？这一季的节目是围绕黄河沿线城市，利用综艺和明星效应助农扶农。前2期的节目是在山东录制，3期和4期则是在兰州，原定第5期、第6期是在河南拍摄，但是河南爆发疫情之后，节目组就临时改变了录制地点，也导致第5期节目延迟。原本这种情况只要和观众如实表明就可以了，但是在大家期盼第5期节目的到来时，节目却没有放出新的片段。不少网友对这种精编非常不满，表示这难道来了一次期中复习吗？甚至有不少观众在弹幕里直言，再不看跑男去隔壁看五哈了。五哈这个节目是由邓超、陈赫、鹿晗共同参与的一款综艺节目，最近第2季也正在热播，3个人都曾是跑男中的搞笑担当，在最新一季之中还加入了彭昱畅和郭京飞。2个节目光阵容相比，五哈就高出了跑男一大截。而且节目内容五哈2也因为疫情原因行程受到阻碍，但是节目组却直接打造出一个相同的环境，不仅明确地解释了原因，还带来了更加搞笑的喜剧效果。剧目中一点一滴都体现了节目组的用心，反观跑男的节目组未免也太粗糙，也不怪大家都要脱粉了。不仅如此，在最新的这期节目中并没有太多亮点，既没有我们期待的撕名牌环节，也没有给观众带来新鲜感的游戏环节或是主题，甚至老成员李晨、郑恺和 Baby 的表现越来越差，已经在节目中开始浑水摸鱼了。在节目中全程看戏，每次都站在 C 位的李晨无法像邓超一样挑起队长大梁，郑恺卖力的搞笑，但结果却并不理想。而 Baby 这一次又成功被白鹿抢走了风头。小编看来，节目中表现最为出色的就是飞行嘉宾于洋和秦霄贤，2人承担起了这档节目的大部分笑点。于洋在结束了2期节目的录制之后，秦霄贤接棒，凭借着一己之力抬高了这档节目的可看性。3位老成员存在感很弱，唯一能够让观众记住点，还是因为邓超与节目的梦幻联动带来了满满的回忆杀。没有了撕名牌，李晨和郑恺的优势就完全发挥不出来。所谓的力量担当大铁牛以及速度担当小猎豹都成了站在原地的花瓶，而 Baby 则是造型一季比一季好看，但也因为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形象，在节目中完全放不开。李晨在这一季跑男所能制造的笑点依旧是观众看腻了的老梗，比如在第1期节目中，每一位嘉宾的面前都摆着种子，李晨的面前好像是黑芝麻，再一次被调侃没眉毛。郑恺也同样把用腻了的老梗再次搬出来，一直自诩腿长的他，因为新嘉宾林一的加入被无情对比。虽然这能够博新粉丝一笑，但对于老粉来说是无比尴尬。也正是因为这3位老成员的表现太过差强人意，也让观众明白了，如今的跑男早已今非昔比，越来越落寞了。即便节目的主题不断的更换，跑男团一次又一次阵容大换血，但李晨、郑恺和 Baby 3人已经成为了跑男的钉子户。跑男一直是通过游戏来逗笑观众的，可是这一季的游戏部分却非常尴尬，没有一个是搞笑的。那么跑男为什么不搞笑了？因为所有的游戏在设计上都非常拉胯。
其中小编觉得默契问答是最让人无语的。这个游戏非常简单，而且在很多综艺节目中都玩过。这次的规则是节目组提出一个问题，2位嘉宾需要在3秒之内同时作答。这个如此简单的游戏，最后的结果是玩得稀碎。节目组实在没办法了，最终只能降低了游戏难度。一开始看到跑男团所有的人不能过关的时候，还是有笑点的，可一直不过就只剩尴尬了。这个游戏是节目组经过升级的，难度有了好几倍的增加。在其他节目中，都是节目组提出一个问题，然后给出 A、B 2个选项，倒数3、2、1，看2位嘉宾能不能选出同一个答案。在游戏当中，2位嘉宾是不需要思考的，只是凭直觉来玩就可以了。然而在这季的跑男中，节目组放歌曲前奏，让跑男团猜歌，需要在3秒之内2人同时给出正确答案，或者节目组问一些不是太难但又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的问题，3秒回答。看完之后，小编真的想对节目组说，这不是纯属开玩笑吗？这纯粹是2个游戏好吗？节目组问出的这些问题是需要思考或者是反应时间的，3秒根本不够，更何况是回答一致。游戏有创新是好事，但要把难度增加到很难完成，那就不好玩了。还有就是错位传声这个游戏，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，每一期王牌对王牌都会玩这个游戏。虽然说是老掉牙的游戏，但每次玩都能有笑点。跑男这次选这个游戏原本也算是选对了，但让人尴尬的是，节目组对游戏进行了升级。本来正常玩是相当搞笑，节目组非要改成错位传话，中间有对方队的人干扰。要说搞笑的话，这个游戏的笑点确实还是可以的，只不过看多了就会觉得太混乱了。这么多槽点，也难怪大家不喜欢这一季节目。其实不止这一季，之前的节目中，跑男就被大家说一季不如一季。首先就是越来越不认真的玩游戏环节。在之前的一季跑男中设置了一个在室内挑战柔韧度的游戏，节目里李晨、郑恺、沙溢等人都玩得热火朝天，但是一旁的蔡徐坤却靠在沙发包上玩起了手机。在观众在看节目时就发现了蔡徐坤不在状态，而且还在弹幕上指出现在跑男的钱真的是越来越好赚了，边录边玩手机。更有网友骂节目中的嘉宾躺着赚钱。虽然说粉丝澄清当时正是休息时间，蔡徐坤玩手机也是导演组同意的，但是跑男作为一档综艺节目，是给观众带来快乐的，而不是让观众隔着屏幕看着嘉宾玩手机。即便是导演组认同，也不代表在正片里无精打采不参与集体活动就应该理直气壮。只能说跑男如今不止嘉宾不够自觉，就连导演组也对节目的播出效果也是一副无所谓的状态。整个节目游戏环节设置松散，没有新意，嘉宾在玩游戏的环节提不起兴趣，也有节目策划的问题。反正观众也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以撕名牌闻名跑男已经不把撕名牌这样的标签看点作为主打内容，反倒是把游戏都搬到了室内，嘉宾坐着就能水半期综艺。跑男还直接无视央视多次点名批评的问题。在《奔跑吧》第5季中，有一个环节是厨艺大比拼，节目组要求明星们接力做饭，2个人一组做5分钟，下一组再上去接着做5分钟。看到这个游戏规则，已经有网友忍不住吐槽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浪费粮食吗？在游戏正式开始后，沙溢和周笔畅2人明显是很会做饭的，所以面对食材临危不乱，反而还有几分大厨的气势。黄旭熙下厨也还凑合，宋雨琦、郑恺、李沁等人至少没有拖后腿，但到了李晨这组，任务一出来全都傻眼，大家都不会做饭，但是任务还是得做。第一组上场的是 Baby 和金靖， Baby 剁笋都不利索，节目组还配上了大厨般的架势配字，只能说理想和现实差距很大。在整个游戏过程中，李晨那组摆明了不会做菜，就连入门都成问题，但面对游戏规则只能硬着头皮上，自然不免会浪费食物。央视3令5申要节约粮食，不管是各种饭店、食堂、网红吃播等等，多少浪费现象登上了热搜，大家对此也是深恶痛绝。尤其是在袁隆平爷爷逝世之后，央视更是多次呼吁大家不要浪费粮食。然而这期跑男居然能拿做饭当成游戏来玩，说实话，有多少明星是会做饭的呢？对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明星们来说，别说又是需要烧柴，又是需要接力做饭了，就算是直接上煤气灶，没人打扰，给足时间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做好一顿饭呢？说实话，节目组对于游戏环节的设定明明可以更妥帖，但却没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还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。跑男现在真的出现了很多问题，但是毕竟作为之前的王牌综艺，希望今后的节目可以认真制作吧。大家对于跑男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？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